摩克斯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LED 照明的介绍。LED 的好处是它的亮度很高，那基本上它现在的效率可以做到每200流明。那大概这个是今年最新的数据。那由于它的效率非常高，所以它点出来的亮度就非常亮。那另外它的体积很小，重量很轻。左下图这个是 LED 的形状，然后右下图是传统的灯泡，那它的体积大概会差了1000倍，然后重量也会差到100倍。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LED 会发光。LED 基本上它是一个 P-N 界面的一个二极体，那当这个电流流过去这个 P-N 界面的时候，这时候电子跟电动它会重新再组合。那重新再组合的过程呢，它就会用光的形式把它释放出来。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那当我们这个电源接进去的时候 ，P 接正 ，N 接负，这时候 P type 的端会吸引 N type 的电子过来，红色的是指电子，然后 N type 的会吸引白色的电动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从这个传导带跳到静止带，所以中间会有一个能量释放出来。那这个能量呢，我们就是用光去呈现它。那我们来看一下 LED 灯跟传统的灯泡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 LED 灯它是一个直流电的驱动，所以它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那一般的灯泡它是 AC 驱动，所以直接就插到 AC 端就可以。但是LED 不行 ，LED 需要一个转换器，把交流转直流，它才能够工作。那另外 ，LED 灯它非常怕热，传统的灯泡它不怕热，而且是越热越亮。但是 LED 当它热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亮度就会衰减，那甚至于烧掉。所以一般设计 LED 有一个挑战，就是这个散热片的设计。那么来看这个 LED 寿命对温度的关系图。那基本上，如果你这个工作在135度，那它的寿命只有2万小时。那当它可以工作在115度的时候，它的寿命可以延长的到5万小时。所以呢，我们知道尽量要让 LED 的温度越低越好，那这样它的寿命就会越来越长。我们来看 LED 的散热的方式。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自然对流的散热。那这种方式是用一个散热片，然后呢 LED 就是挂在这个散热片上面去做散热。所以呢，这种方式算是价格最低，然后也是一般灯具最常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风扇强制散热。这个顾名思义，它需要有一个风扇，然后去做这个强制的把这个热气把它吹掉，所以这种方式需要一个电源给风扇去用。那这种方式基本上它是花费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这个风扇要额外的一个蛮大的费用。那另外风扇它这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然后可靠度比较差，因为风扇可能一段时间它马达会坏掉，所以呢它可靠度一般是比较低，所以一般 LED 的系统比较少在用风扇散热的方式。那一般风扇散热的方式在密闭的系统用的比较多，像电脑里面，因为电脑主机它是密闭的，那要靠风扇才能够把这个热散出来。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热管方式的散热。那热管方式的散热这种方式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它是在这个利用一个水管，然后呢流过去你的这个发热体。这时候呢，因为有一边冷，红色的代表是比较热，然后蓝色代表比较冷。那因为水流它不同的温差，它就会产生自然对流的方式，然后水就会自然流动，然后流动过程中，它就会把这个散热源的这个热气把它透过水流把它散热掉。那基本上这个水管散热的方式，它一般用在比较高的一个功率系统里面，
像这个路灯。那下图就是这个实际上散热管的样子啊。那它基本上会有接水管，然后呢去做散热，然后在旁边再加一些散热片。那这个在欧洲的路灯用很多，那因为他们欧洲是比较寒带地方，他们需要热水，所以呢，透过这个热水管通过路灯，那这时候呢，这个水管就会把这个路灯的热吸收起来，然后呢，这个热水可以供给一般民众使用，所以它就可以达到双利的目的，一个是可以冷却我们的 LED 灯，那另外一个是可以免费的提供热水给民众。我们接下来看 LED 的功率转换方式。当我们输入电到 LED 的时候呢 ，LED 的功率它会一部分从光出来，一部分从热出来。当我们这个 LED 效率很高的时候，那它光就会比较亮，然后热就比较少。那反之呢，它就比较热，然后光比较少。那早期 LED 效率比较差的时候，大概热会占到70%，那光只有30%。那近年来 LED 效率不断改善，那目前光已经可以到大概60%，热大概40%。那未来效率如果能够不断的改善，那将来这个散热的这个需求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它大部分能量会到光去，然后散热的这个需求就会越来越少。那这张图是 LED 它效率改善的一个过程。那最上面那个图是实验室的做出来的。那实验室一般会领先市场大概50到60流米左右，也就是说实验室它先开发出来，然后一段时间它才会导到市场去做量产。那今年大概2018在市面上已经量产的产品，大概可以接近到每瓦200流米左右。那这个未来大概还会在不断成长，但是成长的速度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会逐渐的技术到一个瓶颈，会有一个饱和的现象。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LED 的等效电路。LED 的等效电路基本上是一个二极体，再加一个电池，再加一个等效电阻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从灌进去 LED 的电压，它就等于里面的等效的电池，再乘上 LED 上面流过去的电流，再乘上电阻上面乘起来的压降。基本上每个 LED 上面都有一个内阻，那这个内阻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内阻当然是越低越好，因为越低呢，那它的效率就越高。那我们等一下介绍一下这个内阻要怎么去量测它。首先来看一下 LED 的2个最重要的特性曲线。那左图这个是代表说 LED 它灌进去电压的时候，然后它电流产生了变化，这是1瓦 LED 的特性曲线。所以呢，当它电压超过某一个水准后，大概3.3的时候，它电流会急速上升。所以它电压跟电流它是呈现一个指数的关系。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右图。右图是电流对亮度对流米的一个关系图。那基本上这个亮度跟电流是成一个正比，也就是说，你电流越大，那你亮度就会越亮。所以 LED 它基本上是一个电流驱动元件，也就是说靠电流去驱动 LED， 让它产生发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ED 的内阻怎么去量测。那当它100mA的时候，我们量到的 LED 的电压可能是5.335伏，然后230 mA的时候5.72伏。那因为它那里面有内阻，所以它电压会随着你电流逐渐上升而上升。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量测这段期间 LED 内部的内阻有多少。那我们把其他的差量就可以算出来。这个 LED 的内阻是2.84欧姆，所以这个内阻它不是固定的，是一个动态内阻。所以在比较低电流的时候，它内阻比较大；那比较高电流的时候，它内阻会减少。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电流对温度的关系。
那 LED 我刚讲过，它非常怕这个温度。当你温度越高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电流就会开始下降。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散热散得不好，这个是早期的，可能到150度的时候，这个 LED 的电流就已经完全都没了。那这时候呢，没有电流，当然它都不会发亮。那这个 LED 基本上会烧掉。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 LED 的温度，让它在一个范围里面，它才能够输出我们要给它的电流。那这样才能够产生我们要的亮度。这张图是 LED 的温度变化对它上面压降的这个情况。那 LED 上面两端它的压降呢，它会随着温度增加而减少。所以呢，这个一减少，这个电压如果越低，它亮度也是会减少。那 LED 的 driver 一般分成两种，那一种是 AC 驱动，一种是 DC 驱动。那 AC 驱动大概就是灌 AC 电110到240，那这一种方式大部分是电压驱动的方式。那另外一种是直流驱动，它是灌一个直流电，可能是从10伏特到110伏特左右。然后这种是你前面已经有一个电源供器，产生一个直流电压灌进来。那这种方式它就可以设计成定电压或者定电流源的方式去对 LED 做驱动。我们首先来看电压驱动的方式。那电压驱动的方式基本上它就是灌一个直流电压到 LED 上面去。那因为 LED 它对电压变化它非常敏感，所以这种方式通常会用一个电阻去做限流。这个电压减掉 LED 上面要这样除上这个电阻，就是流进去 LED 上面的电流。所以我们可以靠这个电阻去决定流进去 LED 上面的电流要多少，就可以改变电阻去改变 LED 上面的亮度。那这是我们刚看过的，它这个 LED 的电压对电流的反应非常敏感。当它通过这个导通区的时候，大概3.3的时候，那这时候呢，电压只要有一点点变化，那电流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电压驱动方式比较难用电压大小去做调光的动作，因为电压对电流反应太激烈，所以你稍微不小心就会把 LED 烧掉。这个是电流驱动的方式。那电流驱动的方式，它是一个定电流源去驱动 LED， 然后里面它是没有内阻，所以它效率比较高。那刚刚电流驱动，因为它要外挂一个电阻，那这个电阻呢，它基本上会消功率，所以会造成效率会减少。所以这个定电流呢，如果你电流给它越大，那它这个亮度就会越亮，成一个线性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LED 的连接方式。首先我们看一下串接的方式。那串接的方式就是一颗 LED 的正接到另外一颗 LED 的负，所以这样正负相连接。电压呢直接灌在正端，然后负端是加到最后一个的负端。那这时候你这个电压要多少？假设说现在有 N 个 LED， 然后你这个给它 VDD 电压必须要满足它导通电压，也就是要 N 乘上 VF。VF 是一颗 LED 上面的压降。那串联方式它大概有几个优点，也有一些缺点。第一个就是它只要一个 pole 就可以驱动很多颗 LED， 这个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就是它强韧度比较差 ，robustity 很差。就是说，如果这个串接的过程中有一颗 LED 它是坏掉，那你整排 LED 就会不会亮。那另外它提供的电压比较高，因为它串起来的 support 电压比较高。那因为它只要一个 driver 就可以，所以它是属于一个 low cost 的一个 driver 方式。那另外，因为它串接每一个 LED 流进去的电流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它的每一颗 LED 产生出来的亮度基本上是比较均匀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并接的方式。那并接的方式就是一个 LED 它的正端都要接到一个 LED 的 pole。那像这个图有3个，你就要接3个 pole 到这个 LED 上面去。这种就是我们称为 multi-pole。所以在市面上有一些 multi-pole 的 LED driver。这种并的方式呢，它大概就是需要一个 multi-pole 的 LED driver， 然后它的强韧是比较高，因为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你即使
有一个port坏掉，那另外其他的port它还可以正常工作。那工作的电压是比较低，因为它就是主要是提供一颗 LED 的电压就可以 ，cost 会比较高，因为它需要 multi-port 要比较多的这个 driver 去驱动。那另外每一个 driver 它出来的电压、出来的电流可能不一样，所以会造成每一颗 LED 的亮度可能不均匀的问题。那另外这种是串并联混合使用，就是说先把它串起来，然后再并接这样。那通常在比较大的系统都需要串并接的方式。那可能假设说你要设计一个30瓦，那我现在串10串，一串用10个 LED， 那一颗1瓦，一串10瓦，3串就是变成并起来就变成30瓦。所以这种大概目前比较大的功率的系统，都是用串并的方式去做连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LED 的基本 driver。那 LED 基本 driver 大概有2种形式。第一种是 PMOS 的方式。那 PMOS 呢，当你这个 S 端接地的时候，也就是零的时候呢，这时候 PMOS 会导通。那 LED 是放在这个它的下面，所以 LED 的负端会接到地。那这里它的电流，左边这个 ID 是当你这个 S 接到零的时候，那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饱和电流。这个饱和电流就是一个电流的电流。那这个在式子里面你看到它并没有 VDD 这个式，换句话说，这个电流不会随着你给它的 VDD 电压改变而改变。那它的电流是靠这个 SD 在改变啊。那如果你 S 接到零的时候，它是电流最大，然后如果电压比较高一些，那电流就会减少下来。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MOS。MOS 的接法不太一样 ，MOS 它 LED 要接在上面，也就是接在电源端对 PowerMOS 低端。那一般 PMOS 跟 MOS 它的差异是它的 mobility 不一样，也就是刚这个图的这个式子的 μN 不一样。那这个 μN 呢 ，N 大概是 P 的2.5倍，所以在相同的这个 MOS 的大小之下，那 N 的驱动能力是 P 的2.5倍。所以一般在比较大的功率就会使用 NMOS 去做驱动。这个基本上如果你的 VGS 等于 VDN 的时候，那这时候它电流是会最大。所以呢，当你 VGS 越来越大的时候，那 ID 就越来越大。那直到它 VGS 等于 VND 的时候，这时候电流是会最大。那这个是 MOS 的特定曲线。那当它 MOS 有一个垂直后叫做 VT， 当你这个输入电压小于这个垂直后的时候呢 ，VGS 小于垂直后的时候，这时候没有电流，也就是 IDS 它是等于0。所以呢，这时候是我们称为 cut off， 就是截止区。那当你 VGS 大于 VT 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导通，那最后会进到饱和区。一进到饱和区的时候，这时候你 VDS 改变，然后它的 ID 就不会变，它会 keep 在一个值。所以它这个值呢，它会受到 VGS 影响，也就是 VGS 越大，它的 ID 就越大。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 PMOS 跟 NMOS 把它摆在一起看啊。那左边是 NMOS， 右边是 PMOS。那 NMOS 呢，它的 S 端要接到 D， 那 PMOS 的 D 端接到 D， 然后 NMOS 的 D 端要接到 LED 端，那 PMOS S 端它是要接到电源端。所以这个 NMOS 是 VGS 等于 VDS 的时候电流最大，也就是当你这个电压 D 跟 G 一样的电压的时候，这时候 NMOS 的电流是会最大。那 PMOS 是把 G 直接接到 D 的时候，它的电流最大，也就是 G 跟 D 一样的准位的时候，这时候它会电流最大。我们做一下今天课程的总结。我们今天大概介绍了 LED 它发光的原理，还有它所需要一些散热的技术，还有它串并联一些的连接方式，还有基本 MOS driver 的一些方式。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欢迎下次再来。